少一样，今天这婚就别结。上一世就是今天，家被他们掏空了。王桂兰，别绕了，你闺女怀着谁的孩子，自己心里清楚。你胡说八道！上个月你去卫生间的孕检订单我看见了，要不要现在去对日期？强子，今天是好日子，别把话说死。好日子，拿着骗来的彩礼也叫好日子。你敢退婚？退，今天就退。谁再碰我家一分彩礼，我跟谁翻脸。家里就剩这点钱了。强子退婚，彩礼是他闹丢的，可当年我家借给你们的3块银板，今天得还。那银元是说好给强子定期用的。少废话！今天拿不出钱，就拿东西抵。你再碰我姐一下试试。大伯，1978年借我家粮票，1979年拿走我家2只老母鸡，这些账你们想赖？你一个小辈跟长辈算什么账？我不跟你讲辈分，我跟你讲规矩，借了就还，拿了就认。今天中午这顿饭我来想办法。大伯，你们要钱，去别家要。退婚退出本事了，等着饿死吧！我去清江河，冬天鱼都躲在深水窝里，今晚先让家里吃上饭。河都结冰了，你不要命了？娘，等我回来。都来看看，林强这是要凿冰摸鱼。冬天的河里要是有鱼，我名字倒过来写。强子，别逞能了，你要真能摸到鱼，我林建国当众给你赔不是。找到了。强子，你干啥呀？疯了疯了！这河里咋真有鱼？瞎猫碰上死耗子。大伯，你刚才说名字倒过来写，还算数吗？这才第一条，别急。强子，你可真神了！这大冬天的，你咋知道这底下有鱼窝子？鱼和人一样，冬天也得找个暖和地方挤着。爹，娘，走去镇上，今天中午咱们家吃肉。强子，这孩子咋跟换了个人似的？这位大哥，你去镇上卖鱼，小心东边那个鱼贩子马三班，他专压新人的价。我爹上次卖鱼就被他坑惨了。姑娘，你叫什么？我叫苏晨，举手之劳，你赶紧去吧，鱼活着才卖得上价。苏晨，新来的，你这鱼我全收了，3毛一斤，别耽误我生意。 5毛，一斤不少。你想钱想疯了！马叔，你摊上半死不活的草鱼都卖5毛，人家这活蹦乱跳的冬季你给3毛，这买卖做的也太精了。苏家丫头，少管闲事。 5毛，爱买买，不买让开。鱼是真新鲜，给我来2条。我要3条大的。强子，这么多钱，先买粮，再买肉，家里今天吃顿好的。你这鱼卖得快，是因为你敢要价，也因为鱼真的好。记住了，市场不认苦，认货。 伙儿都来看看，快把我闺
这不是前几天刚退婚吗？退了婚还把人家肚子搞大了，王桂兰，你别急着哭，先把话说清楚。还说什么说？你就是始乱终弃！这是卫生院的病历复印件，我刚拿的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怀孕3个月。可我跟她定亲才多久？腊月初3，她在卫生院挂妇产科，腊月16才跟我定亲。要不要现在去卫生院当着公社的人对视？时间对不上啊！这要是真这样，那不就是骗婚？你胡扯！那病历是假的。大婶，话可不能乱说，病历和日子都在这儿，谁对谁错，一查就明白。假不假？去卫生院一问就知道。你敢不敢？林强，这事儿没完！这东西没人要。强子，这东西全是壳，肉都没几口，谁会花钱买？前些年荒的时候，都没人吃它。哎呀，还挺凶。我当是什么宝贝呢？原来是河沟里的脏瞎子！林强，你退婚退傻了吧？这玩意儿送人都没人要，你还想拿它发财？做梦！大伯，等我赚了钱，请你吃第一盘。呸！我怕吃了闹肚子。强子，咱好不容易挣了点余钱，可别折腾没了。娘，鱼是饭钱，这东西才是本钱。钱是没人看得上的东西，这辈子我先束手。成了。这东西真能吃？能吃还下酒，做不好是脏东西，做得好就是招牌菜。先试50斤，活的2毛5一斤，死的我不要。下午送到。这脏瞎子真有人要？林强，这玩意儿也就我敢收，1毛5一斤，我全包了。 1毛5，你是收虾还是割肉？镇上的水产摊子，谁不看我马老三脸色？你今天不卖给我，以后别想进镇上卖货。国营饭店2毛5一斤，马老三，你的脸比国营饭店还大。 2毛5，这脏瞎子比鱼还值钱。强子是真摸到发财门路了。谁帮我送一筐到镇上，给1毛辛苦钱。当天结，不欠账。我去，我也去。哥，这一船送完，咱家真能翻身了。这才刚开始。 不能让他一个人吃肉。一筐就有钱，凭啥全让他林强赚？真捡啊，捡！虾到咱桶里，天亮前就卖出去。真要是被强子哥抓住咋办？他忙着赚钱，顾不上这边。3更半夜不睡觉，来帮我收笼。强子哥，我们就是来看看。 带着剪刀来看风景，强子哥，我错了，我真是一时糊涂。谁让你们来的？是你大伯，他说你不能一个人发财，让我们也捞点儿。偷东西送公社，你们3个一个都跑不了。强子哥，别送公社，我干活陪你行不行？想赔就拿工赔，地笼、收虾、送货3天工钱抵这一次，再偷一次，我亲手送你们进去。干，我干。从今天起。 这片芦苇荡我先管着，愿意跟我干的按劳分钱，守夜、收笼、送货都有工钱，吃里扒外的立马滚！强子，我干，我也干。林强，我爹说县里要搞多种经营试点，鼓励个人承包水面，你得赶紧去公社办手续，晚了就怕被人抢先。什么时候？越快越好。张干事。 林强的孩子太年轻，做事冲动。就是，
他连个正经活都没干过，哪懂什么养殖？大伯，你来的挺早，你来干什么？来办手续，也来让张干事看看谁是在胡来。我不跟你讲空话，我讲账。今天能卖出去的货在这儿，愿意跟我干的人在这儿，承包水面怎么用，我也写在这儿。你不是瞎折腾，倒像是正经想干事儿。我不是想占公家的便宜，我是想把这片水面养活，把村里人也养活。我爹是水产站的，他愿意给林强做技术指导。行了，材料齐，理由也正，公社先批试点。林强，你这片芦苇荡先按私人承包试着干。谢谢张干事，我保证不让这片水面白占一寸。林强，路从我摊前过，货就得从我手里走。马老三儿，你又想干啥？大伯，昨晚偷龙没成，今天改堵路了。你少血口喷人，少扯别人。镇上的水产买卖，谁敢不看我马老三脸色？公社批的水面，饭店收的货，你要拦，是拦我，还是拦公社和国阳饭店？这路是公家的，你在这设卡收钱。我现在就让张二狗去公社喊张干事，我现在就去。行，今天我让你过，但林强，你别以为有个饭店钱子就能一直吃独食。我没吃独食，我给村民工钱，给饭店送货，给公社交账。你想赚钱也可以。怎么赚？以后每天给你留30斤，别人2毛5，你2毛8，一手钱一手货，不赊账不压价。你这是宰我！这是你今天堵路的价，要不要你自己想。走，送货。有些人啊，路堵住了，脸也丢光了。去找赵虎，告诉他秦山河那小子不懂规矩。强子哥，今天卖了203块，除去工钱和本钱，净捞140多。100多块，咱家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这钱是真的？咱家是不是不用饿肚子了？爹，这30块明天补屋顶。娘，这20块买米买肉。姐，剩下我给你扯布做件新衣裳。我不要，家里用钱的地方多。以前家里没钱，你替我省，现在我挣钱了，你不用省。谁？强子哥，出事了！马老三去了镇东，找赵虎了。赵虎是谁？镇上最横的混子，抢摊、堵路、砸货，他都干过。马老三找他，肯定没安好心。强子，咱别跟这种人硬碰硬。明天午时前，青山河下游的地龙全撤，否则连人带船一起沉。马老三不够看，终于把正主叫来了。承包水面不是嘴上喊2声就行，账、条子、规划你都带来了。可我还得问一句，虾苗从哪儿来？从清江河里来。抱卵虾不卖，先留下做母户，浅水区留芦苇，再放瓦片和树枝，给母虾和小芽藏身。先把苗养活，再往外扩。这法子你从哪儿听来的？清江河边摸出来的。要是不懂，我也不敢来水产站。你知道抱卵虾，就说明不是瞎捞。可养殖不是1天2天的事儿，水坏了，虾死了，谁来担？我担。第一批不贪多，先试一片水面，密度压低，水质盯紧，死虾当天清。要是连这点都做不到，我也不配承包这条河。爹，他不是空口说，他先试货，再签收货条，连工钱都记得清清楚楚。2毛5一斤，国营饭店真收了。收了。马老三1毛5想压我，我没卖，货能稳住，价就不会被人掐死。县里下个月办水产养殖培训班，全县5个名额，报名后天截止。你要真想干，把材料补齐，我给你递上去。谢谢苏叔。我明天去县城还书，报名表我帮你交。你倒是比他还急。这份情我记着。那你可记牢了。哟，强子，县里都来人了，你这买卖做的可真大。挣钱归挣钱，
可别把自己挣进去了。强子，你可回来了。谁是林强？我是。有人反映你承包水面，私下卖虾，账目也不清。强子，县里同志问你话呢，平时不是挺能说吗？主任，嘴上说什么都没用，看账。王主任，请进。水面是公社批的，虾是国一饭店收的，工钱是一天一结，哪一笔不清？您现在就查。账是真的。账是真的又咋样？他就是钻空子，以前穷的饭都吃不上，哪来的本事一下赚这么多？以前穷是因为我老实，现在赚是因为我没让你们继续吸血。国营饭店2毛5一斤。对，马老三1毛5压价，我没卖，饭店正常收货，我正常供货。工钱名单呢？张二狗、林满仓、赵有才，谁干了几天，拿了多少钱，全在这儿。您可以当场问。主任，强子没亏我们工钱，一天一结，比出去打零工还痛快。账清、货清、手续也清。林强，你这不像投机倒把，倒像是把水面真用起来了。王主任，账不能作假，他破坏河道生态，这可不是小事儿。匿名信里确实也写了这条。大伯，你怎么知道里面写了破坏河道生态？你别乱说，我们也是听人说的。听谁说的？还是你自己写的？信查清了，是林建国写的，捏造事实，诬告承包户，破坏村里生产，按规定拘留15天，罚款50。张干事，我就是一时糊涂啊。我们没想害他，就是怕他走歪路。你们写信断我活路的时候，可不像怕我走歪路。林强，你是被举报的人，你说追不追究？拘留先免，罚款照交。不是我原谅你，是咱不想让我爹娘跟着丢脸。可以立欠条。林强，你这是要跟秦大伯断亲啊？不是我要断，是你们先把刀递到我脖子上。签吧。林强，水产站把你的培训班名额报上去了，还有王主任说县里要办水产养殖现场会，让你准备材料。现场会？你要是真能把这片水面养出来，清水村第一个示范户可能就是你。我在县图书馆查到的小龙虾高密度养殖，还有虾病防治，你回去看看。这配方，钱是我临死前才听人提。强子哥，这一笼比昨天多一半还不止。照这么捞下去，咱们真要发了。你给的那个法子有用，头尾点一改，虾真聚过来了。我只是从书上抄来的，真敢用的是你。敢用也得有人给我递刀。强子哥，照这样下去，咱们是不是马上就成万元户了？别飘，虾多了，水更不能坏。今天开始，谁守水口，谁记账，不能乱。强子，不好了，上游土坝被人扒了，浑水全冲下来了。谁这么缺德？不是水冲的，是人挖的。肯定是赵虎，他前2天还放话说不让你往镇上送虾。强子哥，我带人去找他。先救唐，那就让他跑了。虾死了，抓住他也没用。先赌吧，账慢慢算。麻袋撞泥，石头压口。张二狗，你带2个人捞笼子。苏晨，你定水色，水太浑就喊我。好。强子哥，小心！今天虾塘要是垮了，咱们前头全白干。赵虎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
强子，先擦擦，别冻坏了。想要赵虎八霸的证据，明天中午镇东土地庙见。强子哥，这会不会是套？是不是套？去了才知道。我进去谈，你守后门，半炷香我不出来，你去公社找张干事。明白。记住，别往里冲。我懂，先保命。马老三，没想到是我吧？你压我的价，堵我的路，现在又给我送证据。我恨你抢我生意，可我更恨赵虎。去年他霸了我一口鱼塘，还打伤我儿子。我忍到今天，不是怕他，是没证据。那你今天拿来的是什么？赵虎吩咐人把你上游土坝的话都在这儿，时间、人名、地点我都写清楚了。你敢搂赵虎？我儿子一条腿差点废了，我还有什么不敢？为什么给我？赵虎不倒，今天扒你的坝，明天就能烧我的船。咱俩是生意上的仇，他是要断所有人的饭碗。这份证据我收，咱俩以前的账以后再算。马老三，你儿子的事儿能帮的我帮。八霸毁塘，破坏生产，赵虎这是无法无天。我不要私了，只要公社按规矩办。磁弹我封存，马上上报县里。只要核实是真的，赵虎这次跑不了。林强，省城水产研究所回信了。省城？我把你的养殖数据和水产站材料寄过去了，他们说要派人来实地考察。这里，你快看。红壳病、抗病虾苗，前世我就是败在这场病上。走走走，那边还没凉呢，别杵着碍事儿。你手底下这些人，嘴越来越贫了。跟着我赚了点钱，胆子也大了。那你呢？你胆子大了吗？苏晨，有句话我早就想跟你说。你说。从我开始捞虾，到承包水面，再到培训班和省城研究所，这一路你帮了我太多。我只是做了我能做的。我想问你，愿不愿意以后都跟我一起干？不只是合伙，是一辈子。你现在就敢说一辈子？敢说就敢做。等培训班名地定下来，虾塘稳下来，我亲自去找苏叔开口。那你得先把名额拿到，拿不到，我爹第一个不答应。名额我要，虾塘我要，你这句话我也记住了。强子哥，公社来电话了，赵虎八霸的事查实了，下午派出所就去抓人，让你去指认。苏晨，你先回水产站，别一个人走小路。那你呢？我去赵虎家，小心点。放心，我还没去你家提亲，不会让自己出事儿。走。人刚跑，没走远。写啥了？林强，你护得住虾塘，护得住他吗？这是苏晨的。赵虎，你找死！强子，要不咱别干了吧？那赵虎是不要命的主啊！怕也不能被他吓回去。咱强子干的是正经营营。这红线像我前几天在虾塘边挂断的，人应该没碰到我，是故意拿来吓你的。告诉他已经盯上。苏晨姐，这几天就住我家吧，别回去了。好。强子哥，村口和河边都安排人守了，赵虎要赶露头，我们肯定能看见。守夜的人两班倒，不准落单，发现人影别追，先敲锣。明白。赵虎现在被查，他不敢往县里跑，也不敢回镇上露面，他要躲，最可能去3个地方。
邻村他姑家有亲戚能藏，镇东废弃砖窑，离路近方便跑，还有后山猎户棚，偏没人查。那咱们分头找。我和林芳去后山，远远看一眼就回来。不行，我认识路。我知道你认识路，但现在赵虎盯的是你，不能去冒这个险。二狗，你带2个人去邻村，直问不闯，后山让村里腿脚快的人去通知民兵。我去砖窑。你一个人？人多了，他不会露头。你们在外面守，我进去看。强子，娘，我不会拿命赌，我是去抓他的尾巴。强子哥，真有人来过。脚印往里，烟头还没湿透，人刚走，或者还在里面。我跟你进去。你守洞口，听见我喊再进。可坐。别动。林强，你胆子不小啊，敢一个人来。你跑不掉了，县里已经在找你了。你现在放下枪去自首，还能争取个宽大处理。你吓唬我？不是吓唬，我是在救你。你要是真开了枪，事情就不是蹲几年那么简单了。你后面那俩人已经先怕了，你还要替他们扛命。虎哥，我不想死。你，林强，你等着，老子出来弄死你！你没有出来的机会了。你私藏枪支，破坏生产，畏罪潜逃，够你把牢底坐穿。醒城水产研究所发来加急电报，抗冻虾苗已发，3日后到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前面查到的路能走通了。3天后，虾塘和人都得一起翻盘。强子哥，省城的虾苗真能活着到？研究所的人专业打包，3天内问题不大。请问是林强同志吗？我是省水产研究所的小李，奉命送虾苗过来。辛苦你了。存活率比预想的高，这批要是养成了，咱们就能自繁自育了。回去替我谢谢所里的同志们，等第一批成虾出塘，我亲自送一批去省城。还有这个，我们所长让我单独交给你，说是虾病防治的后续资料，外面看不到。强子哥，省城人咋对你这么客气？因为他们知道我手里有他们想要的数。大伙都看看，林强往河里倒这批外面来的虾苗，谁知道干不干净？万一把咱们清源河的鱼虾都毁了，就是，到时候全村人都得喝西北风。大伯，你说这批虾苗有问题，有证据吗？省城来的东西，谁知道干不干净？这是省水产研究所出的检疫合格证明，上面有公章，有专家签字，1式3份，县水产局和公社都备了案。这批虾苗是国家扶持的科研项目，你要是再拿着联名书胡搅蛮缠，那就是故意破坏国家科研实验。各位叔伯，我林强做事桩桩件件都经得起查，虾苗养好了，以后咱们村人人都能跟着赚钱。可谁要是再被人当枪使，就别怪我翻脸。大伯，这是最后一次，再有下次的，我把你家那3亩水田承包的事儿也一块翻出来晒晒。他家那3亩水田承包有问题？去年他们家多占了3亩公田，一直没报。强子哥，这批小东西看着精神的很，爬得比野虾还欢乎。水温、溶氧、酸碱度都正常，按这个速度，2个月左右就能出第一批。这批虾要是成了，咱们就不只是捞野虾的渔民了，咱们是正经养殖户，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。那你可得好好活着吃螃蟹，别把自己累垮了。强子哥，嫂子，饭好了。等这批虾出了塘，我给大家发奖金，谁干得好，年底还有分红。强子，俺也去好好干。林强，你看那是什么？有股石灰味儿。有人往塘里撒了城市灰，要是没及时发现，明天一早虾苗全得死。肯定又是你大伯，我去找他算账。没抓到现行，找他也没用。从现在起，加双岗，你带2个人守上半夜，我带人守下半夜。光守不行，明天我去镇上买几斤锁筅和试纸，每次投饵前先测水质，如果有人再下手，我们能在第一时间发现。还有，明天我去一趟公社，把今天这事儿报备，让公家的人知道这笔账咱们记着。强子哥，你刚才嘟囔啥呢？没你的事儿，滚去守夜。不对，这东西要是泡1夜，虾塘的水质就全毁了。这是今晚才放的，说明下手的人一直没走远，就盯着咱们塘。强子哥，肯定又是大伯那边的人。先别急着认人，这袋东西明天一早送公社，让张干事做见证。我回去拿纸笔，把今晚的时间、位置都记下来。
这种事儿不能只靠嘴说。对，留证据。强子哥，你家出事了，你娘晕倒了。人现在怎么样？赤脚医生已经往你家去了。娘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累着了，加上急火攻心。你娘年纪大了，最近操心太多，又总担心你被人害。强子，娘梦见你被人推进河里了，吓死娘了。娘，你好好养着，从今天起，谁也别想动咱们家一根手指头。昨晚的石灰和烂内脏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娘要是被这事儿拖垮了，我干什么都没意思。那就查到底。我已经让人去镇上查石石灰的购买记录了，下午就有结果。苏晨，幸亏有你。查到了，刘红梅在镇上供销社买了5斤石石灰，用的是她侄子的名字。张干事，这肯定有误会。那石灰是买来修猪圈的，谁知道他拿去干啥了？修猪圈？那烂内脏也是修猪圈用的？是我放的石灰，也是我让人往塘里扔的烂内脏。我就是看不惯他发财，想让他吃点苦头，我没想真把他的虾弄死。看不惯就往虾塘里倒石灰，看不惯就半夜往塘里扔烂内脏，破坏他人生产，罚款60，拘留10天。另外，你们家之前多占的3亩水田，限期腾退，按违规占用公产处理。自找的。强子，你长大了。强子哥，省城来的第2封信，有个大老板看了你的养殖数据，想跟你谈合作。你小子怎么每次消息都来得这么快？因为我跑得快啊。省城有个叫金源水产的公司，老板姓周，他说看了你的虾塘数据和养殖方案，想投钱跟你合伙，条件是他要占60%股。60%？那不等于给他打工？强子哥，你可不能答应。这个周老板，我以前听省城做水产的人提过，钱是有，胃口也大，跟他合作，最后吃亏的多半是别人。我也觉得有风险，可话说回来，要是能借他的资金和设备扩产，咱们的规模能翻好几倍。回信给他，合作可以，但我要占70%，他只出钱不出人，不参与经营，能接受就来谈，不接受拉倒。70%？强子哥，你这是要把他按住啊？这才是你的风格。我在县图书馆又查到一份资料，关于小龙虾越冬技术的，省里去年才出的内部文件。这里面这项技术正好能解决我眼下最头疼的问题。你都走了8圈了，还没想好？想好了，越冬池就挖在芦苇荡北面那片背风的地方，水加深到1.5米，上面搭草帘保温。照这上面说的，只要温度不低于5度，虾苗就能安全过冬。强子哥，你就说挖多大？就这么宽，这么深，半个月必须挖好，赶在入冬前放虾苗。那个周老板回信了，他说70%可以谈，但要来现场看看。什么时候到？3天后。来就来，让他看看咱们的塘，看看咱们的虾。他要是真想合作，就得拿真金白银出来。你不怕他看上了你的技术，回去自己搞？他搞不了，核心技术在我脑子里，我给他看的都是皮毛。林强同志，久仰久仰，你那份养殖方案写的真漂亮，我在省城都没见过这么扎实的年轻人。周老板过奖了。这位是？这是我们公司的技术顾问钱明同志，正经水产专业毕业的高材生，专门来帮你看看虾塘。听说你用的是省研究所的虾苗？对，抗病品种。怎么了？这个人我以前在省城见过，做事不地道，你盯着点，别让他靠近咱们的纪律。虾不错，但你的养殖密度高了点，冬天容易出问题。密度我控制得很好，冬天我有越冬方案。你打算怎么办？他既然送上门来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强子哥，我刚才看见那个眼镜男半夜一个人往芦苇荡那边去了。钱顾问，半夜不睡觉，跑来看风景。林强同志，我就是睡不着，出来随便走走，看看塘边的设施。随便走走，带着相机拍我越冬塘的结构，这打算回去自己仿一个。林强，你别血口喷人，我是周老板请来的技术顾问，看一看你的设施怎么了。昨天谈合作的时候，苏晨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，技术细节不能乱拍，越冬池和棚架都归我这边。你现在拍的每一张照片都是证据。你少吓唬我！你回去告诉周老板，
合作的事明天再谈，今晚的事儿我可以不计较，但你这个人我不欢迎。什么玩意儿，偷鸡摸狗！走吧，明天还有硬仗要打。林强，签名的事儿是我用人不察，他回省城了。合作这事儿，我是真心的。强子哥，这得有2000了吧？这是一点赔礼，也是诚意金。如果你愿意谈合作，我再追加3000块启动资金。半年后第一批成虾出塘，我再补5000。周老板，我说过，合作可以，但条件不变，我占70%，你只出钱，不出人，不参与经营，账目每月对一次，分红半年一结。我投钱不投人，你就不怕我卷钱跑？周老板，你在省城做了10年水产，口碑是不算好，但还没到卷钱跑卤那一步。你盯上的是我这套养殖技术和南方市场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好小子，连我这点心思都摸透了。行，70%你占，人我不派，钱我出，3000块启动资金，半年后我再追加5000。强子哥，3000块啊，咱们是不是发了？这才哪儿到哪儿，先把地基打稳，后面才有赚。强子，县里来信了，县供销社要统购统销，所有河鲜水一律走国营渠道，不许私人买卖。林强，这是上面的新政策，我也没办法。私人水产收购全部停掉，统一由县供销社来定价来收购。王主任，这上面写的是严禁私人收购牟利，但我是养殖户，我自己养的东西自己送到供销社去卖，不算非法收购吧？原则上，自己养的东西自己卖确实不算收购，但价格得按供销社的统一定价走，比市场价低不少。低多少？3毛，统购价3毛一斤，可以。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我每天供货量不低于300斤，供销社必须优先收我的，不能压我货。300斤？你那个虾塘才多大？王主任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塘至少能出1000斤。第一塘保守估计1200斤，第二塘月底就能收，后面还有3个塘正在灌水。你这不是小打小闹啊！县供销社那边我去协调，3毛一斤是统购价，但我可以给你申请优质产品溢价，提到4毛5，这是我能做的最大让步。成交。 4毛5，3000斤就是1350块，你第1年就能破万。我说过要当万元户，这才刚开始。那我等着看你当上。要什么钱啊？340斤，全部合格。今天这批虾不光是我家的，谁下塘谁守夜谁扛过一袋虾，账上都记着。等钱回来，先发工钱，再算分红。强子，你说话算数不？算数。听见没？以后咱们也是有分红的人了。来都来了，站那么远干啥？我就是过来看看。看够了没有？你真把这事儿干起来了？拿回去，不是请你，是给条弟们吃的。以前你总觉得我不行，现在看明白了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才有路走。强子，以前是我不对，你欠的不是我，是我爹娘。真觉得对不住，回去把话说给他们听。林强，省城来的加急电报。全国首届农副产品展销会下个月在省城举办，邀请各地优秀养殖户参展，食宿全包，展位免费。这个产销会规格很高，要是能在上面拿个奖或者签个大单，咱们的虾就能打进省城市场了。可去省城要好多天吧？家里的虾塘怎么办？二狗盯产量，苏城看水质，我爹盯着供销社的收货，我最多去5天。你去，家里有我，出不了乱子。路上要吃饱，别省那口饭。省城再好，也不能饿着肚子。放心吧，娘。我陪你去省城吧。展销会上肯定有很多专业的人，你一个人去怕应付不过来，
我帮你整理数据，做展示牌，跟人谈价格，我什么都懂一点。好，一起去。对了，我在县图书馆又翻到一份旧报纸，上面写着省城饭店最近在找稳定的水产供货员。你这虾个头大，养的也稳，一年能供多少？目前月产3000斤，明年扩产后还能翻2倍。你这个虾能不能全年稳定供货？我是省城国营饭店的采购主任，姓梁。梁主任，我这边有越冬池，冬天也能出虾，只要不断糖，全年供货没问题。饭店每天需要50斤活虾，价格比供销社高2毛。不过这事儿不能一口吃成胖子，先签试供意向单，1个月下来，货稳质量稳，咱们再谈长期合同。可以，先试供1个月，质量和数量都按你说的来。1个月后能不能签长期合同，再看结果。行，有胆量，也有分寸。接下来颁发本届展销会最佳创新产品奖。林强同志，请你上台领奖。去，上台去。林强同志来自清江河畔清水村，他的人工小龙虾养殖技术填补了省内空白，年产量预计突破2万斤。这是本次展销会唯一一个来自农村个体户的创新奖。我就是个普通农民，有点运气，赶上了好时代。这个奖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是我身后所有跟着我干的乡亲们的。小林，你这奖一拿，省城至少10家饭店会来找你。我先把名片给你，到时候别说我没提前排队啊。梁主任，您是第一个信我的，以后您的单子我永远优先。你现在是省城都知道的养殖户了。知名不值钱，值钱的是旁边有个能帮我撑场子的人。你咋真回来了？娘没事儿，就是累岔了气儿。别急，问题不大，就是长期劳累又没好好吃饭，贫血晕倒了，住2天营养落，回家养一阵就。人都晕倒了还叫没事儿？家里这娘总想着省，谁劝都不听。娘醒来第一句话就是问你啥时候能回来。从今天起，家里的活我来。娘听你的，养几天就好。你刚拿奖，别为娘耽误正事儿。婶子，您放心，林强在外头忙，我在旁边盯着他，不让他乱熬。好，你们都好好的，娘就踏实。娘，这辈子我不会再让你和爹受罪了。强子哥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供销社那边这几天催货催疯了，天天打电话来问。还有省城那国营饭店的梁主任也来电话了，说让你一回来就给他回电。小林啊，你在展销会上的奖状我拿去给领导看了，领导非常满意，饭店决定加大采购量，从每天50斤提高到100斤，你这边能接得住吗？梁主任能接，但我得先签补充协议，供货量加上去，预付金也得跟着提。这个没问题，你明天带合同来省城一趟，我这边公章都准备好了。100斤一天，按饭店现在的价差算，一天就是65块，1个月下来差不多2000。加上供销社那边和小户，这个月总收入能破3000。林强，你的万元户目标不是年底，这个月就能到。走，回去告诉家里，明天一早去省城签合同。林强，等你签完这个合同回来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从明天开始，每天100斤活虾，风雨无阻。小林，好好干，省城这块市场我给你留着门。梁主任，您放心，我林强做事答应了就一定做到。得回去了，今天答应了苏晨，得早点回。时间过得可真快。你怎么来了？怕你路上饿，带了2个煮鸡蛋。林强，白天的那个话我现在说，你愿不愿意让我名正言顺的站在你旁边，不只是干活算账跑腿，而是做你的家里人？苏晨，这话应该我来说，你愿不愿意嫁给我？我愿意。这话可不能反悔，明天我就让我爹上门。我爹嘴硬，你明天说话别太冲。放心，我知道分寸。合同真签成了？签成了，明天先去提亲，后天再定堂。回来了，合同签了没？签了。苏叔，明天我正式来提亲。明天再说，记得带2瓶好酒，还有，别让你爹娘觉得我们苏家拿架子。不会，该走的礼数一样不少。
强子哥，不好了，县里来人了。你就是林强，我们是县环保站的。接群众举报，你这虾塘养殖废水污染下游农田。同志，查可以，但我这虾塘有排污沟，也有3级培定池，水不是直接排进田里的。你们今天查，还是要长期监测，我都配合。数据要是不合格，今天就得停塘整顿。停塘？这一塘虾要是停了，那不全完了？林强，备案我拿来了，这是排污改造方案，公社和县水产局都有备案，3月份提交的批文也在这里。手续倒是齐全，那就现场测水，各项都合格，不错。你这塘做的比不少大厂都规范。举报信我回去归档，下塘不用停。举报信是谁写的？这不是第一次了。不管是谁，查不倒我。强子哥，刚才检察员登记的时候，我偷见举报信上的字了，那字迹像你堂弟林刚。苏老哥，今天来是为了2个孩子的事儿。林强这孩子啊，我观察了大半年，有胆有识，干事扎实，对我闺女也好。我这个当爹的放心一半。苏叔，您放心，以后苏晨跟着我，我绝不让他受委屈。你给我来一下。林强，我就这一个闺女，她跟着你，我不反对。可丑话说前头，你要是敢让她掉眼泪，我这个当爹的手里的鱼掐还蠕得动。苏叔，您放心，我要是让苏晨受半点委屈，不用您动手，我自己先打断自己的腿。行了，进去吧，日子你们自己定。钱是欠你们的，这辈子我都补上。虾塘那封举报信是你写的？强哥，我就是一时眼红。强子，是我没管好他，你看在一家人的份上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我就给这一次机会，再伸手，亲戚也不好使。想改，就去塘边干活。明年开春，从最累的活干起，不是给你占便宜，是让你知道钱是怎么挣来的。强子哥，嫂子，看这边合个影。爹，这是咱家第1年的全部收入，刨掉成本、工钱和明年扩塘的钱，净落12600块。12000，我儿子真成万元户了！万元户，强子哥是万元户了。去年这个时候，我家连饭都快吃不上。今天能站在这儿，不是我一个人有本事，是国家给了机会，也是乡亲们帮我扛虾筐、守夜、流汗，一起拼出来的。明年虾塘扩到20亩，缺人手也缺合伙人，谁愿意来，我都欢迎。走，回家包饺子。正月16前还有好多事要忙，忙着当万元户，忙着娶你。